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八字的基础。这节课我们讲一下天干地支的类象、24节气以及60甲子。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十天干的阴阳以及五行，我们之前就讲过了。奇数呢为阳，偶数为阴，东方甲乙木，南方丙丁火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。这是十天干的五行以及方位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十天干的类象分别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。甲木呢代表的是大树，是那种参天大树；乙木代表的是花花草草、小树之类的；丙火代表的是太阳之火，也就是说天上的火、太阳的火，日照大地的火，就是能量比较大的那种火。那丁火呢代表的是烛光之火，火苗、火堆、篝火晚会那种小火。戊土呢代表的是厚重的城墙之土，就像我们古代这个城墙是很厚重的。那己土呢代表的是田园之土，比较疏松。庚金代表矿石金，就是还没有开采冶炼那种矿石。那辛金呢代表的是珠宝金啊，经过锻造加工非常精美的那种珠宝金。壬水呢代表的是江河之水，大水，滔滔不绝的大水。癸水代表的是雨露之水，滋润万物那种露水，比如春天的小雨。这些代表的类象大家可以进行合理的延伸。庚金可以代表什么呀？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型机器的器械，比如说推土机、挖掘机这些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十天干从身体方面来讲，十天干代表什么器官呢？我们有这样的一句口诀啊，这个口诀呢可以方便我们大家记忆。甲肝乙胆丙小肠，丁辛木胃己脾香，庚属大肠，辛属肺，壬属膀胱，癸肾脏，三焦意象人中际，心包同归入癸水。十天干代表的身体部位，在我们后面看八字可以断健康，断一个人哪个部位比较容易生病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。好，这就是十天干的类象基础知识，大家有空多多记忆。如果你是小白，基础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慢慢来，一节一节的，踏踏实实，一边听一边记忆。下面我们继续讲12地支的类象。12地支的阴阳五行我们之前讲过了，这里就不再复述了。下面讲一下12地支代表的月份。12地支每一个地支代表一个月份，从子月开始，子月代表11月，也叫冬月；丑代表12月，也叫腊月；寅月代表1月，也就是正月；乙代表2月；辰代表3月；寅卯辰都是春天；巳代表4月，巳火开始进入夏天啊；午代表5月；未代表6月；申代表7月，申金开始呢就进入秋天了；酉金代表8月；戊土代表秋天的最后一个月份9月；亥水代表10月，进入冬天。这就是12地支对应的月份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这里的月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阳历还是阴历都没有关系，这里的月份指的是24节气里面的月份。稍后我们会详细的讲解24节气，到时候大家就会理解了。好，上面我们讲一下12地支对应的生肖关系，相信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啊，分别是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鸡、戌狗、亥猪。从时辰上讲呢，一天有24个小时，24小时分为12个时辰，那刚好对应12地支，分别是子代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，丑代表凌晨的1点到3点，这个寅呢代表凌晨的3点到5点，卯代表5点到7点，辰代表7点到9点，巳代表9点到11点，午代表11点到13点，未代表13点到15点，申代表15点到17点，酉代表17点到19点，戌代表19点到21点，亥代表21点到23点。这就是12地支的类象，大家也可以像10天干那样子进行合理的延伸。好，上面我们讲一下24节气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24节气的歌诀。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，
每月2节不变更，最多相差1-2天。上半年来6-21，下半年是8-23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4句的歌诀是24节气的一个排序啊，从春雨开始到大寒结束，每月2节不变更，最多相差1-2天。意思就是说每个月有2个节气，而且最多相差1到2天啊，它这个是非常准确的。上半年的节气在每个月的6号、21号前后，下半年呢，秋冬的节气在每个月的8号、23号前后，它这个是非常准确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的一个日历，比如说最近的节气白露，我们看是不是在8号的前后，是在新历的9月7号，9月22号是秋分，是在23号的前一天啊。2个节气相差都没有超过2天。这个就是古人的一个智慧。在命理学当中，立春是新一年的开始，无论立春前有没有到元旦或者春节，它都是新一年的开始。大家要记住这一点。歌诀前面4句代表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，一年分4季，春夏秋冬各3个月。春天的开始呢是立春，那么夏天的开始就是立夏，秋天的开始则是立秋，冬天的开始是立冬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渊海子平的论节气歌啊。正月立春雨水节，2月惊蛰即春分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12地支对应的月份是24节气里面的月份。比如说寅代表1月，也就是正月，时间呢是从立春开始到惊蛰前。卯代表2月，从惊蛰开始到清明前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节气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节气啊，是影响世间万事万物的啊。它这个规律呢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，包括现在啊，不仅影响地里的庄稼，还有气候等等。根据这个节气的规律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种地，什么时候该收获，什么时候穿衣保暖，都是有一定的规律。看八字呢，知道这个人出生在什么节气，对看八字断事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上面继续学习八字的基础知识。60甲子，60甲子又叫60花甲子，是我们古代用来记录时间的干支纪年法，由天干和地支循环组合，每60个呢为一个周期啊，周而复始，这样子记录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天干有10个，地支有12个，那么根据甲子、乙丑、丙寅一直到癸亥，可以得到60个组合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它是怎么排序的。上面是天干，上面是地支啊，从甲子、乙丑一直到癸亥，它就会回到原点。前面的课程我们讲到过，八字的天干和地支都是怎样组合的呀？它是阳对阳、阴对阴这样组合的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这就是60甲子一个完整的表格，一共有60个组合。这些组合可以组成任意时间的八字，包括年月日时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表格。一旬就是10年的意思，比如说甲子到癸酉为一旬，一般我们叫甲子旬。现在属于哪一旬呢？2024年是甲辰年，所以是甲辰旬，也是甲辰旬的开始。我们都知道天干有10个，地支有12个。那么像这样排序之后呢，每一旬会有2个地支没有出现，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叫空亡。比如说甲子旬，戌亥没有出现，戌亥就是这一旬的空亡。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旬都会有2个空亡。具体空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。空亡在八字预测学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，是好还是坏呢？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。以后会根据实际案例进行分析。60甲子的空亡也是有歌诀的，甲子旬中戌亥空，甲戌旬中申酉空，甲申旬中午未空，甲午旬中辰巳空，甲辰旬中寅卯空，甲寅旬中子丑空，可以进行理解记忆啊。然后我们知道了60花甲子是怎么排序的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旬它空的是哪2个地支。我们再继续看一个60甲子的纳音表，这个我们简单了解就行啊，不用熟悉，也不用背。我们都知道天干有5行，
地支也有五行，天干和地支组合之后呢，会形成新的五行，我们称之为纳音五行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表，比如说甲子乙丑海中金，丙寅丁卯炉中火等等。这个呢，在古代某些预测书是可以直接根据这个纳音进行预测的，这里我们就不进入深入的了解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这节课的知识点比较多，比如说十天干的类象、12地支的类象、24节气，还有60甲子。大家下课之后呢，要多看多记，这些都是八字的基础知识啊。只有把这个学会了解了之后，我们后面看八字才会运用自如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